回到环球大战现场，我们继续跟4位专家呢来探讨美国内政现在是着火了吗？我们都知道啊，自从第2任期以来呢，川普总统不管是外交，不管是内政啊，他都做出了许多大动作。那被这个投资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呢，他好像化身了川投顾一样哈，很喜欢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高谈阔论，然后带这个投资市场的风向，然后也让他周围的家人啊、亲信啊一起是赚的这个盆满钵满的。那虽然美股我们都知道今年的表现真的是很强势，但就是受惠于整个 AI 这个科技的革命嘛。但你说美国的民间经济真的好吗？我们要打一个问号。这个不是我在这边乱酸哦，因为有专家。谁呢？这个诺贝尔2008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他就是看不惯川普很多的政策，他觉得太违反这个科学性了啊。包括他点出了3大宗罪啊，就是像是生产者还有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上涨啊，经济的不确定性啊，还有一个很伤的一点就是他这样子朝令夕改，然后呢这样就是有点。乱无章法的很多政策啊，都让美国的全球公信力荡然无存了。过去作为这个全世界的老大哥，你现在没有公信力，你就很难带小弟了，好不好？那怎么解读这个经济大佬的言论？是说中了吗？还是作为经济学的这个专家来说，其实川普真的是在经济学上面不合格的？虽然股票被炒得很漂亮，我们来上志哥。我想，其实。在美国或全世界都知道呢，这克鲁曼他应该就是川普的最主要的黑粉，对，真的是黑粉。当然也可以理解啦，他作为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主要当时他提出的就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这个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简单讲就是说，国际贸易跟经济地理之间的这个部分的关系所产生的自由贸易。所以也就是说，克鲁曼他基本上这个人的经济思想。在于整个对于无论全球化或自由贸易，或者是跨国性的这种贸易的，不要说合作，在这里头竞争合作里头，它是抱持这种开放的这种肯定啊，所以正面肯定。所以现在面对于川普这种，包括在经济贸易当中的这种孤立主义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在长久以来，在川普上一任跟尤其这一任在关税战之后重炮的这样子的批评哈，基本上是把所有川普当中对于这种自由贸易的这个核心的部分所产生的冲击，它是在所有各方面产生批评啊。所以这个部分的点评，再加上他的这个经济学得主的这个部分的身份，所以确实前强烈对比。但我要提醒大家哦，虽然克鲁曼批评骂川普，但过去长久以来他骂最多的其实是中国。所以过去对于中国所谓共产党或共产治理的这个部分，跟他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个新经济理论框架是有很大的违背。但虽然如此，克鲁曼其实是在2009年，就是北京奥运之后，还有2015年，都亲自去中国大陆2趟。跟那边的学者就各方面，包括金融货币都有很深刻的接触，所以到目前为止，虽然他骂川普，但是他在描述中国的部分来讲，往往是提到说，川普你这样做的部分你错了，你失败，对美国，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话赢了，但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肯定现在中国的这个贸易路线。对于中国现在包括这种也开始跟美国对抗这个部分来讲，可以看得出来他很谨慎哦。所以现在其实包括在中国大陆全世界在看，感觉起来克曼是不是算一算他的时间？这个时候也应该10年了，有没有可能去中国看一看了？跟中国现在的全新的，我们都知道这2年中美对抗，中国是全新的经济理论架构，无论包括内循环等等，都不是过去克鲁曼批评的内容。所以在这2者之间，目前看起来克鲁曼是专心对付川普，但对中国并没有具体的肯定。而在中美对抗上，他当然还是站在美国这一方，所以这里头所产生的影响，依然还是在美国跟全球的舆论跟经济学的这方面探讨当中，成为川普的一个肉中刺、眼中钉。眼中刺。但也希望这个克鲁曼这位学者有机会可以去中国看一看，更新一下他这个经济理论。当然，我相信这位这个知名的川黑的批评啊，川普应该不会有什么感觉了，但是。被共和党人自己的同志给背刺呢，那应该是比较痛。什么一件事情啊？这一次的川习会只谈了100分钟嘛，然后呢结束之后，川普就立刻上了空军1号，就回到美国去了。他说要回去白宫参加这个古灵精怪的 Halloween 万圣节派对，帮小朋友发糖果，展现这个慈祥的一面啊。但其实可能是要处理一些国内的麻烦事，因为呢，他那一套对全球发难的大关税野心哦，不好意思。被美国的参议院给表决推翻了，给打脸了。
那你说是民主党人在作怪就算了嘛？没有哦，有4位共和党人跑票喽，对你自己的共和党大佬背刺了，那就是看不过去川普这个帝国主义式的霸道嘛。杨老师你怎么看？这次急忙返回是后加自愿烧起来了？对，其实老早他就在准备，可能现在他的全球对等关税战，搞不好会被否决掉。倒不是说担心被美国的参众议院给否决掉，因为这一次的参众议院虽然参议院是通过否决他的全球关税战，可是众议院要过并不容易。他其实是担心接下来11月5号开始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我们先讲在参众议院这边哈，参众议院其实都是现在共和党占多数，共和党在参议院里面是53席比45席，这次跑票4席，有2票去投到这个民主党里面去，所以变成51比47，因此他通过了啊。可是呢，到了众议院，众议院现在共和党跟民主党是219跟214，看起来差5席哈，但是事实上他就要更严格的去掌控。那因此呢，要众议院也同时通过这个法案之后呢，他们可能会去协商，但基本上这个法案并不容易在2个院同时都通过。可是它会对最高法院的接下来的审判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个讯息会让法官，当然看报纸也知道嘛，对不对？那因为最高法院现在美国的贸易法院跟上诉法院都认为川普的关税战违反宪法。美国的宪法第1条第8项就说，关税是国会的专属权利，你不可以通过一个这么全面性的关税，然后不经过国会的法案。那你只可以通过那个像232，比如说铜啊、铁啊，你个别的增加针对性的，比如说20%、25%，最高到50%。那可是呢，现在最高法院要审判，最高法院共和党提名的6比3席，照道理应该好像是容易过，可是你不要忘记哦，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通常比较更加支持自由贸易。那现在呢，就碰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困难。所以，川普其实都做准备了。这一阵子他把那个 WTO 所欠的这个会费都偷偷的把它都缴了。然后呢，把有一些这个商品呢，美国没有生产的，都把它降了关税。其实也在因应，如果真的大法官通过部分违宪的话，他也会把一些产品转到232这边来。但不管怎么样，这会对川普的关税政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扑，一个美国来自于司法或者是国会之间的一个反扑。好，除了要处理这个国会方面的考验其实美国的国债近几年呢也是表现公信力一直在下滑啦，因为不断的借新还旧，然后这个债逐高台嘛，也大大削弱过去被这个金融教科书定义为无风险资产的一个口碑信任。那同时又助长了像黄金啊、加密货币这些东西的升高需求。大家都知道，光是2025年金价跟比特币就涨了多少去了。那川普家族也是靠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家跟着他一起这个投资加密货币，都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了。我们说这种超越了内线简直是自己划线，我喊涨就涨，我要跌就跌的离谱事情，就没有人可以管他吗？所谓这个川普币啊，我们叫做民营币嘛，他发行了10亿枚，但是他自己流通了8亿枚，2亿枚出去，结果这个川普这个一操作之后呢，总共整个的市值提升到270亿美元，你就知道多高去了。为什么大家这个比较迷信类似比特币啊、民营币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储存资产，类似这个黄金一样。但是问题它是空的啊！你看看这些衍生性的商品这些民营币上涨，也黄金也上，2个双上涨。但是不要忘了，黄金它有实体，对，我这是黄金啊。现在黄金上涨了，已经到每盎司4138块美元每1盎司。对，那现在那大家看那么贵，那我就来炒民营币，变成这个状况。那民营币为什么这么可以炒？我认为它有3大优势。第一个，今天川普他是总统啊，他可以政策面来制定。我来搞一个这个衍生性的商品，类似比特币，我搞个民营币。他是总统嘛？对啊，那就他自己，他成立了2家公司搞这个东西，搞这个民营。他儿子也搞这个。对，变成这个样子。第二个呢，消息面，你要知道，川普这个东西他消息面一放出去，哎呦，跟这个谈判过关了，又跟这个加拿大也好，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欧洲的这些国家，谈到，哎，好像消息不错这个民营币就上涨了。你看，消息面是由他来控制的。
一下不行的时候，所以股市也是一样，他就问你们都赚到了钱了吧？对，这就是我们讲的，它有消息面、政策面的优势在它，消息面的优势也大。第三个不要忘了，操纵面，谁可以操纵？川普可以操纵啊，对不对？大家来买这个，你放心好了，这个东西啊，引在上面，将来避险就靠这个了，就跟比特币一样，它是虚拟的，但是避险很好避险啊，而且很好在地下做交易。对，大家开始买了，所以又有操纵面也在川普上面。你这个3个优势都抓在川普手上，那你这样的话，大家是不是靠川普来发财了？真的，我们讲到了权力在上面，权力产生金钱，是权力增加资产，这就是个很典型的现象。没错，这是球员兼裁判了。好，不过美国当前要处理的这个内政的棘手事情啊，当然就是现在朝野还是要赶快尽快和好嘛，因为你联邦政府因为2党恶斗陷入停摆的局势，继续这样拖下去，拖越久越严峻啊。要知道，如果这个停摆时间再延长1周呢，就要创下史上最长的记录了。那这个 CNBC 引述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呢，就是这次美国政府停摆导致美国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到年底损失有多少呢？至少70亿美元。那如果你后面停摆再6周，停摆8周，都有一些相应的数字变化。可见这个国家机器如果继续摆烂不运作，那对美国全国的 GDP 还有公众利益都是巨大的损失。那相信我不用多讲。但是内政到外交，川普从第2任期以来，他都走得蛮一个极端的风格。那包含2026年的期中选举，在我们今天录影这天，其实就差不多剩1年的时间了。立将军，你觉得川普今年从2月这样上来一系列的骚操作，对于他明年的选举，他这样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路线，还可以继续走吗？我当然走不下去啊！我们今天很明显的，明年我在这边我就可以大胆的预测，明年的共和党选举应该是会以这个大败来收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第一个，我们就看，就刚刚我们讲的这克鲁曼所讲的第一句话来讲的话，这个消费者物价上涨现在来讲的话，这个通膨指数已经到达2.4%的 CPI 指数，但是核心指数已经到达3.0%了。所以这个美国的很多老百姓都已经感觉到物价已经在上涨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美国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它失业率越来越严重因为 AI 取代的关系，包括到几个这种科技的 AI 的大的公司都目前都在裁员包括亚马逊等等裁员，而且裁到几乎10%，裁到很多那是不是美国这种关税政策原来是要将制造业拉回美国去提升美国的就业？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就像克鲁曼所讲的嘛，它经济是一种不确定性，因为所有企业主到底要不要投资，他不晓得。你每天川普在那边踏过去然后如果说是我去投资生产的话，那工人成本、各方面的成本、产业链的成本都很高所以说是也没看到川普这个关税的政策想要将所有制造业拉回美国我们看不到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只是看到让美国这个继续去这个衰败。那当然除了这个关税的问题之外，我们看到川普这一段的骚操作包括到什么？包括到他走向的所谓极右的政策，甚至于很夸张离谱的将共和党州的国民兵派去镇压民主党州的这种所谓的移民或者是说这个游民来讲，用这种军队去镇压，很多老百姓看不到。甚至于我们现在也看到，美国很多的地方都已经这个在周日的时候都有所谓无王的一个这种群众的运动叫反川普的运动，很明显。除此之外，其实上我觉得川普很多自己国内的问题他都没有解决当然这是长久以来美国自己本身的问题。当然第一个就是他们所谓的这种多元性别政策然后或者是说他堕胎持枪等等，这些都走极端的主义。那当让美国老百姓会这个反对反抗，尤其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说是连我们都看出来，他在这个图利他自己的家族，借着炒作这些货币、炒作股票，难道美国群众会不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共和党为什么有4个人倒戈？这共和党的议员他会求自保对不对？我希望说是我倒戈，然后将来选举的时候，我才可以得到我的选民的支持。所以从这一叶知秋，从共和党里面有4个人倒戈我们就看明年共和党选举可能非常非常的严峻